天道本无情，乃天地规则，原不该诞生一时。但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位人族超品融入天道，给无情的天道带来了一抹人性。起初，天道的人性极为微弱，随着无数代天尊融入天道，不断加强人性，终于在某个时刻，人性觉醒，天道拥有了自我意识。在大周最为鼎盛的那段时期，也就是天道诞生一时的400年之后，九州气运攀升至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巅峰之境。经过天道精心挑选的儒圣横空出世，他凭借着自身独一无二的智慧与才情，独创儒术，一举封印了所有超品。600年前，天道扶持司天监初代监正，暗中赠予气运，不停地给他提供机遇，一步步引导他开创了术士体系。术士是天道为自己开创的体系，是为了诞生守门人而存在的体系，使得天道能够借由人族之躯，窥探天机奥秘，炼制神妙法宝，炼化人间气运，进而掌控一个王朝的命运。初代司天监监正开创的术士体系是独属于大凤王朝的修行体系，只有600年的历史，与大凤国运同寿。司天监作为术士的核心组织，汇聚了众多天赋异禀的术士，他们在炼金术、旺气术、风水术等领域深入钻研，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，不断推动着术士体系的发展与完善，影响力也日益扩大。不仅在朝廷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在民间也备受尊崇。监正在大凤打更人里面一出场就是最神秘的存在，并且谁也猜不透他在谋划什么，也是在大凤境内无敌的存在。那么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寻下监正都落了哪些棋子。看一个人的实力主要看他的对手是谁。在书的前面部分，我们都以为监正的敌人是周围的一品，还有来自自己大徒弟的背刺，可是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监正真正的敌人都是超品，一品都是蝼蚁。所以自己大徒弟的谋算，其他实力的窥探，对于监正来说都是小儿科。那么监正都有哪些谋算？最开始监正选择了为原来拯救世界，但是穿越来的许七安写出了横渠4句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本来魏源也是心怀天下的人，但是许七安的内心更加澄澈，最重要的是他身负半数国运，可以让监正的谋划更好的实施。书中的第一个案子就是税银案，如果许七安没有被穿越过来，那么等待他的就是流放边陲，然后体内气运被取走，身死道消。可是在许七安穿越过来后，就有司天监的术士在等待案子结果，并且还是最不成器的弟子。从这里能看到监正的第一步棋。许七安遇到金莲道长的时候，是因为金莲道长看到了许七安的不凡，可是京城里面这么多能人异士，各方势力的探子，许七安的特殊未识魔只有金莲看到了，而且还送了玉石小镜给他，方便他接触各方势力，并且一步步了解这个世界的秘密。后来许七安在给术士上课的时候，监正特意赠送了一把刀，并且还给了天地一刀斩的修炼法门。但是天地一刀斩的副作用太大，而且许七安的实力太弱了，所以才有了桑博地下的封印物出逃被送到许七安身体里温养。第一，有一个无限接近2品的高手保护许七安，还能指点许七安修行。第二，将妖族拉进来当盟友，为了以后大凤风雨飘摇的时候能有个帮手。第三，对于超品的佛陀也是个助力。虽然妖族跟大凤关系不是很好，但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。云州杨千奂暗中的保护也是监正的后手。其实最主要的不是保护许七安，主要是能在关键时刻给他丹药，给他一个重生的借口。从神书断臂逃脱的时候，监正就在谋划佛门斗法了，因为监正知道神书逃脱佛门一定来问责，并且想着用传教大凤来作为赌注，而监正一直就在谋划金刚神功，为的就是让许七安有更好的保命手段。还有就是在气运被夺走半数后，监正就开始了谋划。古墓之行也是因为利挪来到京城遇到的，而且其中一分部气运又给了许七安，只是为了给许屏风制造难题。在书中很多人都觉得监正是不能对皇帝动手的，因为术士体系就是依附于皇朝，皇帝可以随便折腾，但其实不是，这些都是手段，让许七安获得声望的手段。无论是血屠3000里，还是最后的贞德大战，都是为了让许七安获得民众的支持，获得足够的声望，可以得到天道的认可。血屠3000里，贞德利用伢子组织害人无数，监正一直都知道，但是魏石魔不表态。其实用监正自己的话就可以解释，
我就是天道，你怎么会觉得我有情呢？是的，天道无情，所以只能是事在人为，甚至最后让荒吞掉自己，也是为了让远古神魔远走海外，给许七安进入一品减少阻力，并且也利用远古神魔找到天道的真意，让许七安变成武神来化解整个天下的劫难。监正座下弟子都有哪些高手？监正的学生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许屏风、孙玄机、杨千奂、宋清、钟离和楚采薇。第一，许屏风，许七安父亲，乾隆城国师，二品巅峰，为晋升一品不惜颠覆天下，精通各种法术。作为本剧头号大反派，同时兼任许七安父亲的许屏风，实力非常强悍，术士体系二品炼气是巅峰。可惜对手却是被天道眷顾的许七安，他偷走大凤一半国运藏于许七安体内，曾多次试图杀子取气运。云州叛乱时联手神魔大荒帝宗黑莲等围杀监正，最终败于许七安后，逃往大荒本体的藏身之处，结果被大荒吞噬。第二，孙玄机，三品天机师，严重口吃人狠话不多的优质工具人，他助许七安游历江湖，收集龙气解封神书，对抗云州叛乱。修为为术士体系三品天机师的孙玄机，辅助许七安游历江湖，凑齐龙气，解印神书，对抗云州叛军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可惜的是，直到小说结局，他也没能晋级二品。至于他的结局，网上说大劫平定后，他在东北组建了新的四天监制衡巫教，这一点存疑。第三，杨千奂，四品阵师，精通36种阵法，桑博按时出手救了许七安一命。云州暗时许七安力战身死，他用脱胎丸助其复活，最大的爱好便是模仿许七安人前显圣，结果每次都被监正镇压在观星塔下，屡败屡战。杨千奂一直都想压许七安一头，4次都想人前显圣，但是却每一次都被许狠狠打脸，特别是最后一次，他为了能装一次下了狠心闭关，好不容易从术士体系的4品阵师升级到3品天机师，正准备大显身手，就听到采薇说许七安早就杀光了所有超品，这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，且他受到的这次伤害估计永远也不会再好，因为不论他以后再怎么努力，也不会比天下第一的许七安更犟了。第四，宋清，6品炼金师，因擅长演算天机被称为半仙，是炼金鬼才能够炼出没有灵魂的肉身，为后期魏渊复活埋下伏笔。宋清相比于别的师兄妹，明显不是一个维度的存在，类似于科学怪人的他，即便是有了晋级术士体系5品预言师的契机，他也是绝对不会选择晋级的，所以终其一生，他的品阶一直都是6品炼金师。当然，他虽是6品，但是在许七安阵营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，比如复活魏渊。第五，钟离，5品预言师，因窥探天机遭天道反噬，导致厄运缠身在许七安身边蹭气运。钟离虽贵为术士体系的5品预言师，但一直厄运缠身，经常有丧命的危险，好在他身子骨比较硬朗，且遇见了气运加深的许七安，最终他不仅顺利晋升为4品阵师，并帮助许七安掌控众生之力，还在番外里扛3600劫后助许七安掌控众生之力，怀上子嗣。小师妹楚采薇，6品炼金师，擅长风水和法术，吃货一枚。云州叛乱时曾与4品梦巫交手，在金罗和4品武夫的协助下镇杀对手。虽然和许七安一直都有互动，但最终他俩还是没有走到一起。在书中的设定里，他就是一个呆萌吃货，感情上反应也比较迟钝，所以没有和许在一起还算说得过去。对了，他的品阶最终达到了术士体系的6品炼金术师，再不是那个只能到处旺气的小小风水师了。